你記住得咯，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係啫，不過錢又唔係萬能。冇錢係萬萬不能。有錢使得鬼推磨呢句說話，我哋經常聽、經常講噶啦，意思大家都明嘅，即係話人只要有錢，任何事都可以辦得到，認為錢係萬能嘅，甚至可以駕馭嗰啲魑魅魍魎嘅嘢。有咗錢之後，你叫隻鬼幫你推磨咁荒唐嘅事都得。你睇錢嘅魔力幾大啊，係咪？但係點解話有錢使得鬼推磨而唔係鬼推車呢？下半句又係乜嘢呢？咁講起身又有段故啦。嗱，話說有一條村有一個人叫做余苗，佢已經40幾歲，但仲係好窮，平時都係靠賣豆腐為生嘅啫。咁有一日3更半夜，有一隻鬼話要嚟索佢命，話佢陽壽已盡，係咁大嘅啦，嗱嗱聲跟我落陰曹地府行翻轉啦。但係呢個余苗一諗到自己仲有一個老母親要人服侍，走咗之後咪冇人照顧，咁余苗就同隻鬼講啦：我死唔緊要啊，但係老母嗰邊仲要人照顧噶嘛，所以我唔死得住。咁於是乎佢又哀隻鬼放佢一馬啦，仲拍晒心口同隻鬼講：以後每年自己都會燒好多金銀衣紙去孝敬你呢隻鬼噶。咁呢隻鬼見佢又孝順又幾識趣喎，就真係應承咗佢啦。咁於是就帶咗其他人落陰曹地府代替咗阿余苗咯。咁後嚟閻羅王知道咗呢件事之後，好嬲，決定親自要去攞余苗嘅魂魄翻嚟。呢個余苗見到閻羅王嚟索命，好鬼驚啊！當即嚇到飆晒尿，即刻就跪低話啦：閻王大人啊，閻王大人，如果你今次肯放我馬嘅話，我願意每年燒1000萬嘅溪錢俾你。嗱，原本閻羅王係好嬲噶嘛，但係聽到佢咁講，即刻面色都慈祥晒，好鬼開心，仲專登幫佢推嗰個石磨磨豆腐，最後仲好大方咁俾多咗100年嘅陽壽俾余苗，叫佢好好咁照顧屋企嘅老母親。呢一個就係有錢使得鬼推磨嘅古仔啦。嗱，呢個古仔係想話俾我哋聽，人只要有錢嘅話，冇嘢係辦唔到嘅。你睇就連買通隻鬼都得，係咪？但係呢句說話好明顯係帶有貶義暗諷嘅意思，因為喺民間傳說認為鬼同神仙係對立嘅，神仙係專做好事，但係呢隻鬼咧專做壞事，係一個唔老禮嘅象徵。咁如果一個人要使錢嚟買通隻鬼嚟幫佢推磨辦事嘅話，肯定就係心術不正，做咗啲違背良心嘅事，所以要用錢嚟解決嘅。譬如話考試作弊啦，揸車撞到人，又或者係做一啲台底交易嘅嘢，咁若然呢啲事俾人知道咗之後，就會感嘆翻一句啦：你睇啊，我都話噶啦，有錢使得鬼推磨啊！確實，金錢會令人失去原則，一個錢字就可以體現到人性嘅光輝同黑暗。呢一句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亦都係老祖宗嘅一句哀嘆。但係其實仲有下半句嘅喎，下半句更加體現到人性嘅陰暗啊！咁後半句係冇錢鬼先開門啊！冇錢鬼也不開門。嗱，呢句說話嘅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一個人窮到連冥幣溪錢都買唔起，壽命到咗，連鬼都懶得理佢，費事嘥人哋時間。呢句說話其實對於窮苦人家嚟講係好殘酷嘅，有錢人家就可以話逆天買命，窮苦人家只能夠等死。如果係壽命到咗嘅時候，就連想結束生命啊，鬼都懶得理佢，只可以繼續受苦。嗱，就好似早2日有嘅新聞好有爭議性，73歲嘅老楊換肺，用直升飛機33分鐘就送咗個肺過嚟啦，仲幫佢開通咗條綠色通道，運肺成功。咁其實呢條數普通人家係未必承受得起嘅，唔好講話換肺啊，就連直升飛機嘅費用啊都未必俾得起啊。咁呢個例子剛剛好就應驗咗呢一句：有錢使得鬼推磨，冇錢鬼也不開門啊！冇錢又想續命過主啦，你話係咪好諷刺啊？咁雖然呢個講法係比較誇張，但係的而且確喺呢個咁物質嘅社會，好多嘢又真係用錢先至可以解決得到，冇錢的而且確係萬萬不能喎。但係如果一味淨係得呢一種扭曲價值觀嘅話，好容易就會導致一個人用一啲不擇手段嘅方式去斂財啦，咁最終只會付出相應嘅代價。將錢睇得太重嘅人，注定係悲哀嘅。咁所以古人講嘅有錢使得鬼推磨，冇錢鬼也不開門，
其實係想告誡我哋，錢固然之係重要嘅，但係唔好因為錢銀嘅嘢而搞到迷失自我，做一啲違背良心、逆天而行嘅事。錢亦都唔係話越多越好嘅，多嘅話就會物極必反噶啦。對於一個人嚟講，夠用就好啦。一個人亦都唔好太過執着於錢銀嘅嘢。咁人活着亦都唔係單單只有錢嘅，身體健康、家庭和睦、兄弟姐妹之間和和氣氣，呢啲都係用錢買唔到嘅。咁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，你身邊有冇啲用錢使得鬼推磨嘅例子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話你知啦，門你要經常打開，戶就要經常關閉。點解啊？戶同門唔係同一樣嘢咩？點解一個要關，一個又要開啦吓？前面嗰隻就要到門，後門嗰隻就要到戶啦。嗱，喺農村有句盞鬼嘅俗語，門要常打開，戶要常關閉。咁好多人聽到呢句說話就覺得自相矛盾啦。門同戶點解又話要打開，又話要關閉呢？咁樣做對我哋屋企有咩好處呢？吓，先了解下乜嘢叫做門同戶咯。好多人以為係同一樣嘢，其實係有區別嘅。咁古時候嘅建築都係前門後戶噶嘛。咁喺古時候只有屋企嘅大門，即係正門，又或者花園出邊嗰道門，先至叫做門。你睇翻個門字啦，真係好形象生動嘅，古字形就好似一道門咁。咁依家啲人立埋都將可以出入嘅嗰隻就叫做門，但係喺古時候就分得好清嘅。喺古代嘅房屋只有兩扇嘅先至可以叫做門，其他都唔可以叫門嘅。咁呢一道門就代表咗呢一家人嘅門面啦。特別係嗰啲有財有勢嘅人，屋企嘅門口係整得零舍高檔豪華嘅。只不過無論間屋有幾咁闊落，有幾多間房都好啦，都只有一隻門。咁屋企入邊房間嘅門，又或者係屋企嘅側門啊、後門啊，呢啲都只可以叫做戶嘅。咁你睇翻個戶字形啦，得半邊嘅啫，單扇門，所以就為之戶啦。咁簡單啲嚟講，前門就叫做門，後門就叫做戶咯。咁後嚟門同戶又引申到同分族分配，仲有宗派門第一個家有關啦。譬如話要結婚啦，咁兩個家庭嘅地位實力差唔多嘅，就叫做門當戶對，係咪？咁如果係宗派之間有紛爭嘅，就叫做門戶之爭。咁兄弟分咗家啦，就叫做自立門戶，一個家就為之一戶。咁了解咗門戶嘅意思之後，我哋就要睇翻點解古人要話大門經常打開先至好呢？因為古人認為大門經常打開就可以吸收多啲陽氣，代表嘅係家庭興旺，可以廣納財富，福氣財氣都會進家門咁話。咁當然從科學嘅角度解釋，只不過係打開大門就可以吸收多啲新鮮空氣，空氣流通，陽光充足，咁人嘅精神狀態都自然好好多啦，係咪？不過喺古時候嘅大戶人家，大門真係經常打開嘅，代表嘅係呢戶人家人丁興旺，人來人往，好熱鬧，意味住呢戶人家客人多，人緣好，有翻咁上下實力地位，先至可以吸引到咁多嘅人嚟拜訪噶嘛，係咪？咁人脈廣咯，做起事上嚟自然係得心應手噶啦。咁所以你見到喺鄉下住嘅人，一起身就會將屋企嘅大門打開噶啦。日頭幾乎係全日都打開嘅，除非係落田做工啦，又或者係夜晚瞓覺先至會關埋嘅啫。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就係好歡迎客人嚟屋企坐，係一種包容友好好客嘅文化，亦都係代表咗人與人之間嘅信任，唔怕有賊入屋，亦都唔怕你嚟屋企坐。咁相反，如果喺農村見到邊家人一日到黑都關實到門唔出屋，又唔俾人知，又唔俾人見嘅話，咁呢個時候可能就會俾人以為佢唔知出咗咩事啦，又或者係名聲唔好啊。咁點解戶要關閉呢？見到有賊仔就喺度出去嘅啦。正話都講咗，除咗屋企嘅大門正門之外，其他都叫做戶啊嘛。咁屋企嘅大門要經常打開，都係為咗迎接賓客。但係房間嘅門、側門啊或者後門就要保持一個關閉嘅狀態咯。第一個原因係因為咗避免受到外界嘅干擾同埋侵害，起到一個可以保護屋企人安全嘅作用。咁以前嘅老屋如果係冇房間門嘅話，就會掛喺個門簾啦，有用布整，有用竹整嘅，亦都有用豬仔串埋整嘅。咁除咗可以裝飾之外，仲可以起到一個保護個人隱私嘅作用。
咁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啊，費事俾一啲立心不良嘅生保人經過房間門望入房間內部嘅情況，了解到主人家啲唔俾得人哋知嘅嘢，造成財產損失，引起麻煩就唔係咁好啦。咁第二方面，屋企大門經常打開就為咗接福啊嘛。咁但係屋企嘅後門側門就要經常關閉咯，因為係屬陰，係好唔老禮。況且喺古時候係經常用嚟運送一啲雜物啊、垃圾嘅嘢嘅。咁如果唔閂實佢嘅話，嗰啲財氣啊、福氣就會漏走嘅咯。咁況且以前只有著草啊，或者係過咗身嘅人、小偷小摸嘅人先至行後門嘅啫嘛。再唔係就做咗啲唔係好見得光嘅嘢，就會行偏門啦。古時候嘅大戶人家仲有個規矩嘅，辦喜事嘅時候為咗面子，嗰啲有財有勢嘅人就會安排佢行正門入嚟。但係如果嗰啲窮酸嘅親戚就會安排佢行側門或者係後門入嚟咯。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門要常打開，戶要常關閉啦。咁當然呢一句俗語未必符合依家現代人嘅居住環境啊，因為依家好多人住嘅地方都未必有前門或者係後門噶嘛，係咪？但係呢一句俗語門要常打開，亦都係提醒我哋個心門要打開，要放寬心，保持一種胸襟廣闊嘅狀態，先至可以認識到更多嘅人噶嘛。多啲同正能量嘅人交往，方能成大事啊！咁戶要常關閉，亦都係為咗提醒後人做人要行正道，冇差錯步，冇行啲歪門邪道啊！好啦，到最後想問下你屋企嘅門同戶係經常開定係經常關嘅啦嚇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我話你知啦，梳化後邊有靠山，冚家啲仔休冇得飲冇得着噶咯。唔係啩？咩靠山咁巴閉啊？我屋企有冇啊？你屋企有冇座山啊？嗱，喺傳統嘅風水學入邊，客廳被視為係成個屋企嘅主財位，同屋企人嘅事業財運仲有聲譽都好有關聯嘅。所以關於客廳嘅佈局擺設都好有講究。而沙發就係客廳入邊最主要嘅陳設啦，咁亦都係一家人經常聚集嘅地方。嗱，有一句關於屋企沙發嘅俗語係咁講嘅：沙發後面有靠山，全家不愁吃和穿。咁到底呢度講嘅靠山係乜嘢嚟嘅呢？有咗佢之後，冚家都唔使憂柴憂米咁富貴。嗱，平時我哋講嘅靠山係只可以依靠嘅人，或者係一股勢力，係咪？咁迷信嘅講法，甚至將靠山視為係可以趨吉避凶，避開嗰啲鬼邪嘅嘢，保平安咁話喎。咁其實靠山呢個詞最早係同安祿山謀反大唐嘅古仔有關嘅。嗱，話說唐玄宗李隆基好欣賞、好寵信三鎮節度使安祿山，甚至好多次都想封佢為宰相。咁同樣為官嘅楊國忠知道呢件事之後，就好多次進諫去勸皇帝唔好重用安祿山，話安祿山係一個好有野心、靠唔住嘅人。咁皇帝都聽勸嘅，咁後嚟就叫太常卿張繼燒毀咗詔書啦。咁張繼同安祿山曾經都係好朋友嚟嘅，咁亦都有將呢件事話俾安祿山聽。嗱，後嚟有一次，咁張繼就撞啱同樣為官嘅李白喎，佢又同李白講咗佢自己同安祿山嘅交情有來往嘅事啦。咁李白深知安祿山係一個好有野心嘅人嘅，係靠唔住嘅，佢亦都有勸張繼。咁李白就話啦：我睇安祿山呢個人有謀反之心，野心係好大，靠唔住嘅。到時候我驚你都俾連累啊！你都係唔好同佢行咁近，黐佢咁埋啦，都係靠近皇帝穩陣啲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後嚟安祿山真係起兵謀反咯。好彩張繼冇同佢黐咁埋啫，唔係嘅話就俾當成係亂臣賊子，斬頭都似。咁後嚟張繼仲得到皇帝嘅重用，每次提起呢件事嘅時候，張繼都會好感嘆咁話：好彩我當初係投靠皇帝，冇靠山咋。咁後嚟靠山就用嚟指嗰啲可以依靠嘅人或者勢力啦。但係呢度講嘅沙發後面有靠山，唔係指一個人，而係指沙發嘅方向真係有山，咁就係名副其實嘅有靠山啦。不過按照現代人嘅居住環境嚟講，又好少有話後面靠山嘅，通常係住喺好山嘅農村，又或者係別墅，係咪？不過按照古人嘅居住環境選址嚟講，就會揀坐北向南背靠山嘅居住環境啦。因為呢一個係遵循咗陽光直射嘅原理，南邊可以充分咁吸收陽光，而北邊靠山嘅話就可以抵擋到冷空氣嘅侵襲啦。住落唔單止可以冬暖夏涼，
對於農民伯伯嚟講，仲可以防止農作物凍傷凍死，夠曬太陽又夠風吹，收成都會好啲啦，係咪？再加上沙發後面靠牆又靠山，雙層嘅依靠，雙層保護，寓意係生活無憂啊嘛。坐沙發嘅時候唔驚會反翻轉頭，亦都唔怕會跌倒，咁樣咪生活無憂無慮，唔使驚憂柴憂米冇得吔冇得着咯。不過依家生活水平提高咗，都唔使話揀靠山嘅居住環境啦。咁又點靠山啊？總之要話不過山就話喺梳化後邊咯。咁如果冇山靠，就可以靠埲牆啦。沙發後面有實體，冇空溜溜咁，就會俾人有一種好踏實嘅感覺。而埲牆上面就可以掛翻一幅山水畫啦，亦都係保留咗古人背靠山川嘅美好寓意。咁關於靠山，老祖宗仲有個講法係話靠山陽避鬼邪。咁古人認為山為陽，水為陰，陰陽相沖，化萬物咁話。老百姓之所以會揀靠山嘅居住環境，係因為覺得山嘅陽氣比較重，有助於提升屋企嘅陽氣，可以趕走嗰啲唔好嘅嘢、唔老禮嘅嘢，趨吉避凶，保家宅平安咁話。呢一個其實亦都係老百姓對山嘅崇拜，對美好生活嘅一種向往。咁點解古人覺得沙發後面一定有嘢靠先至好呢？如果沙發後面唔係靠山，唔係靠石牆之類嘅嘢，而係靠門啊、窗啊，咁有人喺度行嚟行去，就會令到坐喺沙發嘅人覺得心緒不寧啦。但係如果係靠山，又或者係靠石牆嘅話，坐喺度嘅人就會覺得個心安靜到靜得落嚟啦。咁除此之外，沙發嘅擺放仲好多講究嘅，譬如話沙發唔可以正對住大馬路嘅，唔係嘅話就會相沖，唔係咁好啦。沙發後面唔可以有塊鏡，唔係嘅話就會導致人心背離、貴人虛空。沙發後面唔可以有太大嘅空隙，因為如果有空隙嘅話，即係寓意同貴人之間有隔膜、有空隙啦。做起嘢上嚟嘅話就會好難成功咁話。好啦，今期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你屋企嗰張沙發後面背靠嘅又係乜嘢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聽我講多病長壽，命硬福薄。唔係啩？多病反而長壽，條命硬，大難不死反而福薄，點解老點我？冇乜理過，小病易福過。多病長壽，命硬福薄，聽落好似好唔合理咁喎。眾所周知，壽命長短除咗同意外壽終正寢有關之外，大多數都係同疾病有關噶啦，係咪？咁古人話多病反而長壽，係咪講反咗呢吓？咁命硬係指嗰啲運氣好好，遇到災難都可以逢凶化吉、化險為夷嘅人。按道理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至啱噶嘛。但係點解古人會話命硬嘅人反而福薄呢吓？咁先嚟講下多病長壽咯。其實喺現實生活中都好多呢啲情況嘅。譬如話有啲老人家望落係體弱多病，成日話呢度痛嗰度痛，呢度唔舒服嗰度又唔舒服，喐啲都要去睇，成日要揾醫生執翻2劑先得，係咪？咁大家利是講句，大家都以為佢條命長噶啦，但係偏偏佢又比佢嘅同齡人長壽喎。咁古人就將呢啲情況叫做多病長壽啦。咁古人之所以會咁講，有2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因為多病嘅人比較謹慎，會關注自己身體健康嘅變化，尤其係老一輩嘅人啦，一有啲唔舒服就揾啲山草藥翻嚟噏得就噏啦。咁又或者去睇醫生嘅時候，醫生同佢講：你早啲唞啊，要定期覆查、定期食藥，鍛鍊下身體，飲食要清淡。咁有啲患者佢就會聽話照做咯。咁小病不斷，身體嘅抵抗力就有所提升咯。對於一啲小病小痛就有咗免疫力啦。咁醫學亦都有證明嘅，經常生病嘅人就會激發體內嘅免疫系統，體內嗰啲抗病毒嘅細胞就喺度戰鬥緊，所以就冇咁容易得病啦。有句老話叫做破罐熬百年，意思即係話經常攬住個藥煲煲藥嘅人反而長壽，仲活得好好，而反而係嗰啲平時冇點食藥嘅，忽然之間有病就係大病嚟噶啦。呢個時候食藥都嚟唔切啦，係咁大啦。呢啲都係因為有啲人小病不斷，大病不犯，有病嘅時候就會及時去調理，更加關注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唔會拖成大病。咁你話啱唔啱呢？咁第二個原因就係久病成醫啦，聽落好似有啲誇張係咪？但係喺古時候連病都冇錢去睇嘅情況之下，
夾硬就會將自己逼成半個醫生啦。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就自己執入睇，執下執下，自己就變成黃綠醫生咯喎！真係嘅。例如話有啲長年累月嘅病情啊，例如話胃病嚟講，咁本嚟佢係不懂醫術嘅，但係長期關注呢個病情，佢就會知道食乜好食乜好啦。咁多多少少都有啲知識㗎嘛，係咪？嗱，例如話唐代有位醫學家叫做孫思邈，自細就體弱多病，長期同疾病鬥爭嘅，因為自己嘅病賺盡家財，所以佢立志就要學醫。咁結果咧，中國咪多咗位藥王啦，係咪？咁久病成醫，時刻關注住自己嘅身體健康變化，所以咪有咗多病壽長呢個講法咯。咁你又認唔認同呢個觀點咧嚇？咁命硬福薄又點解咧？命硬克夫克妻咧，你有福得㗎。嗱，以前嘅人講嘅命硬係指嗰啲轉危為安、逢凶化吉、化解災禍嘅人。呢類型嘅人可能自己本身就冇好強嘅實力，但係勝在有貴人幫助，遇到事情都可以絕處逢生，有好強大嘅生命力。咁古人認為呢一種命硬嘅人通常比較長壽咁話喎，但係佢身上又自帶一種殺氣喎，身邊嘅人啊鬼神都會遠離佢嘅。咁如果按照老一輩嘅講法係話，命硬嘅人係會克壓身邊嘅人嘅，自己承擔嘅風險比較少，咁克咗人哋，所以自己就可以生存咗落嚟啦。但係眼見住身邊一個一個咁走晒，自己都會覺得好痛苦、好孤獨噶嘛，所以古人就有咗命硬福薄呢個講法啦。嗱，譬如話明代有位首富叫做李東陽，咁佢可以話係命硬嘅代表，自細就已經係神童嚟噶啦，後嚟亦都係一位重臣喎。只不過同佢親近嘅人，大嘅利是講句都活唔過30歲啊，但係佢自己仕途就越嚟越順風順水，足足活咗69歲喎。咁按照古時候嚟講，呢一個已經算係高壽嚟噶啦嘛。嗱，李東陽一共經歷正統、景泰、天順、成化、弘治，仲有正德6朝，成功咁克死咗4個皇帝，仲克死埋自己8個屋企人，包括兄弟、老婆、仔女，仲有1個外父。所以有人話佢條命真係比鑽石更加硬，只不過孤獨終老咧。咁當然命硬克人呢個講法係冇科學根據嘅，純粹係無稽之談嚟嘅啫。主要都係因為古時候嘅條件落後，醫療水平又差，可能有啲咩小病小痛都會一命嗚呼嘅。而所謂嘅命硬克人同嗰啲玄學嘅嘢係冇關，反而係同性格有關。嗱，可能呢類型嘅人比較脾氣暴躁啦，性格又比較硬頸喎，唔識得圓滑橫衝直撞，平時做人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咁自然冇運行噶啦，自然福氣就薄啦。咁就攞三國時期嘅張飛嚟講，嗱，雖然佢係義氣仔女，武功又高強，但係佢脾氣係好暴躁，經常喐啲就體罰自己士兵。堂堂大將軍有一次仲飲醉酒懟冧咗自己啲士兵喎。咁其中佢有2個手下就覺得好失望咯，覺得跟住張飛都冇前途噶啦，可能仲會死路一條添啊！咁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趁張飛飲醉嘅時候將佢殺鬼咗啦。所以脾氣暴躁硬頸唔識得圓滑處事嘅人，慢慢就會消耗自己嘅福氣，可能仲會搭埋自己條命添啊！咁反而係嗰啲條命唔係咁硬嘅人，覺得自己運氣麻麻，平時就會謹言慎行，慢慢幫自己積福啦。所以話條命硬唔硬，是福定係是禍，都係睇自己點做嘅啫。平時多啲關注自己嘅身體健康，有病就要睇醫生，唔好自己亂食藥啊，亦都唔好拖成大病。多啲調理身體，保養好自己身體，可能真係會延年益壽咧，係咪？好啦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身邊有冇多病壽長、命硬福薄嘅例子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聽我講，未怕兩相交，只怕過不大。哦，即係點啊？即係話仲未連埋就唔好，生得開就好，耳仔長耳仔大就好。睇相呢家嘢係咪真㗎？你唔好呃我膝頭哥唔食辣椒醬喎。佢我見佢一面，喺佢恐軍中我知道佢好定壞㗎咯。老一輩人經常話相由心生。嗱，當我哋接觸到一個陌生人嘅時候，咁大多數人都會從佢嘅面相嚟判斷對佢嘅第一感覺。呢一個就係俗稱嘅眼緣啦。譬如話偷大面細，終生不了。哦，即係話過得比較慘咁解。男人兩拳高，生來志氣高。咁女人呢？女人兩拳高，殺夫不用刀。
即係話女人顴骨高就唔好，男人顴骨高就好咁解。咁口大又點咧？男人口大廿四方，女人口大廿窮郎。嗱，呢度嘅男人口大指嘅係能說會道，可以食到四方嘅財富；而女人口大咧，因為古時候嘅人係傾向於櫻桃小嘴嘅，咁所以古人認為大嘴巴嘅女人就唔係咁好咁話喎，係長舌婦。咁至於呢一句眉拍兩相交，耳拍過不大又點睇咧？一齊嚟睇下準唔準啦。先講下眉拍兩相交。眉毛係可以睇到一個人嘅感情、朋友緣，仲係兄弟緣嘅。眉拍兩相交嘅意思，即係話兩條眉生得太埋，或者係連埋一齊就唔係咁好啦。咁喺相學入邊呢一種眉叫做交連眉，又或者係連心眉。咁連心眉中間就係印堂啦。平時我哋話，你印堂發黑喎，冇運行，講嘅就係呢度啦。咁印堂亦都係人嘅命宮。古人認為印堂要光亮飽滿、紅潤咁先至好嘅。而連心眉嘅人眉毛生得好濃密，濃密到就會遮住咗呢個印堂啦。咁古人認為印堂俾遮住就係唔好咁話喎。咁關於眉毛，上一期都講過啦。按照古人嘅審美係傾向於彎彎細長嘅柳葉眉。咁如果係雜亂無章嘅連心眉，就唔係咁符合古人嘅審美咯。甚至喺民間仲有眉亦無粗不可論，眉濃髮厚人多自然嘅講法。所以喺古代相學入邊，連心眉被認為係好唔老禮，會影響到個人嘅財運，亦都會影響到家庭安寧咁話。而喺性格方面，連心眉嘅人為人係好奸詐，妒忌心又強，好會算計他人。情感方面亦都好唔穩定嘅，脾氣又唔好，又會亂使錢，所以如果同佢結婚嘅話，就會降低生活質量啦。咁所以喺民間亦都有句盞鬼嘅俗語，嫁漢不嫁連心眉嘅講法。古時候嘅女子揀男子嘅話，就唔會揀啲連心眉嘅面相啦。咁其實主要都係因為連心眉睇起身好似好多嘢煩咁，好似皺晒眉頭，好唔開心，苦瓜乾咁嘅面口。心態就會影響到生活噶嘛，咁所以民間就有咗眉拍兩相交嘅講法啦。咁關於眉毛，上一期有網友問到濃密就話好啫，但係如果係好少嘅，顏色又比較淺嘅，又好唔好呢？呢一種稀疏淡薄嘅眉喺相學入邊就叫做黃薄眉。個性係比較複雜嘅，喜怒無常，亦都好容易會情緒化。咁對感情啊、愛情、親情呢間嘢係睇得比較淡薄嘅，只睇重利益嘅啫。所以如果有困難嘅時候，身邊冇幾多人可以幫到佢嘅。咁第二種就係半截眉啦，比較短嘅，遮唔住眼角。呢一種人個性比較急躁，做事有頭冇尾，3分鐘熱度嘅啫。對人有習慣嘅依賴性，好容易動真感情嘅。遇到事情亦都冇咩兄弟姐妹可以幫到手。準唔準呢？準嘅話5個讚啦。咁第三種就叫做重壓眉，生得又粗又濃密，幾乎生落到眼簾上面。呢一種人個性係好急躁嘅，做事又急又衝動又魯莽，但係又冇咩自信喎。同佢合作你就要三思啦，因為好可能佢會炒和成件事。勝在野心夠大嘅，不過做起事上嚟好中意斤斤計較，有啲多成績就招招積積，好自大嘅。為人又比較孤僻，特別唔合群嘅，所以人際關係差，自然會守唔到財啦，係咪？咁第四種就係三角眉，俗稱勇士眉，男士嘅比較常見嘅。呢一種人嘅思路係非常清晰嘅，做事亦都好有魄力，因緣分明，但係好容易會轉牛角尖嘅。咁第五種就係兩眉之間距離太闊啦。呢一種人一生平庸，冇咩大嘅成就嘅，一生追求平平淡淡過日子嘅啫。但係心胸廣闊，唔會同人哋斤斤計較啊。而第六種就係兩眉之間距離太窄。古人認為太闊太窄都唔好嘅，最理想嘅位置就係1指半至到2指之間。太窄嘅話就會影響財運，太闊嘅話就會散財咁話。咁耳拍過不大又點解呢？耳長就長命嘅啦，有福嘅啦。老一輩人認為耳仔代表嘅係福祿富貴嘅象徵，耳仔越大越長，耳珠越有肉就越有福咁話，代表嘅係個人財運，代表嘅係家庭興名昌盛，地位高咁話。難怪以前細個嘅時候，阿婆經常叫我哋要扯大嘅耳仔啊，又或者係戴對耳環落去最大嘅耳仔啦。
嗱，譬如話三國入邊嘅劉備，佢有個外號叫做大耳賊嘅喎。咁根據記載，劉備嘅耳仔係又長又大，大到墜晒落嚟嘅。咁所以呢點可以證明到古人係比較傾向於大耳仔嘅，覺得耳大就係有福，甚至喺民間有句俗語：耳輪厚堅，福祿延年；耳薄如子，苦過弟弟。咁關於睇耳仔，嗱民間仲有個講法嘅，高則福壽，大則英豪，厚則富足，亮則智聰。咁係咪耳仔細就唔好呢？又未必喎。民間亦都有句俗語：耳大不如耳細，耳細不如貼腦，即係話耳仔大倒不如耳仔細，耳仔細又比唔上耳仔貼後腦喎。意思即係話耳仔貼後腦嘅人就被認為係家庭啊、事業啊、愛情啊、健康都幾好咁話喎。咁第二種就係正面不見耳，貴不可言。嗱，民間認為正面睇唔到耳仔嘅話，咁樣就為之好，係富貴咁話喎。咁相反，兜風耳又叫做招風耳，被認為就唔係咁好啦。同父母緣分薄，祖輩亦都冇咩家業嘅，乜嘢都要靠自己，最好就用頭髮遮遮佢，又或者係向外發展啦。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眉怕兩相交，耳怕個不大啦。嗱，其實呢啲講法都唔係咁準確，亦都冇咩科學根據嘅。人嘅毛髮旺盛，只不過係因為人體內嘅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導致嘅啫，同嗰啲命運啊、性格啊，亦都冇乜關聯嘅吓。所以大家唔好太過相信，當茶餘飯後娛樂下、開心下、借鑑下、吹下水咁就好啦。咁正所謂三分天注定，結婚靠打拼啊嘛，人有好嘅面相，如果唔去打拼嘅話，又唔係得個吉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你，你嘅耳仔夠唔夠大，夠唔夠闊嘅呢？有冇福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